嗨，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番禺和顺德之间的一个文创区，叫紫泥塘。我是开车来到这边的，现在呢已经在紫泥塘的这个园区里面了。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介绍。紫泥塘创意园地处于广州、番禺、佛山、顺德，都在半小时车程之内，大概处于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前身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糖厂，国营的一个工厂，53年建起来的一个老糖厂啊。当年还有个品牌叫含笑牌白砂糖，有很多的老的厂房。到了1998年呢，这个国营紫泥糖厂就改制停产，因为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呢，一度就荒芜了。到了2013年，紫泥塘公司成立，着手呢将旧厂区改造为紫泥塘创意园。这个就是紫泥塘创意园的大概的一个历史来龙去脉。目前呢，它作为一个文创艺术这么一个区域，引入了很多的产业，比方说动漫、影视教育、科技、休闲娱乐等等，有60多家的商户呢进驻这边。今天呢，因为我是骑着车来逛一逛这个紫泥塘，当然以前开车也来过，步行也逛过。今天是一个艳阳天我们现在呢正在紫泥塘的入口处刚刚呢，我就是从这个地方开车进来，把车停到这个停车场，取了车以后呢，现在准备往里面去逛一逛。迎面的呢就是一个荷花池虽然这个时间已经到了盛夏时节荷花呢开了一部分，但是大部分呢都败了。经过这个紫泥塘的游客中心，我们就缓缓骑到里面。这个里面呢，从1950几年建的这些厂房现在呢大部分都经过一些改造，通过一些招商引资变成了一些创意园区。这边呢就有一个我们以前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见到那种老的楼，但这边写的这叫苏式楼可能当年是仿照苏联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吧。这个楼呢53年建的原来是一个职工宿舍，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艺术的画廊。大家可以看一看在一棵榕树的边上，这个黄色的墙壁很有年代感。我想紫泥塘这个里边的骑行，我们可以去发现很多历史的这些记忆，当年的这些建筑应该还诉说着当年那一段现在被称之为激情燃烧的岁月这边一栋大楼相信以前可能是一个厂房，但是呢被现代的一些绘画把整片的墙壁都装点成了这样的一个模样具有了一些跟当年的这个时代完全不同的一种当今的时代感和艺术感。这边呢有一个以前的应该也是遗留下来的厂区或者仓库吧，也是一个码头，叫万吨仓。前段时间我们还去过太古仓，那个太古洋行100几十年的历史了。这边呢也有一个当年国营工厂的一个码头和仓库。那我们呢把车就放在这边，看看能不能上去稍微的走一下。
安全起见呢，我还是把我的包啊带上车呢，就放在这边了。我记得以前看过地图啊，这个宽阔的江面呢叫顺德水道。这条顺德水道呢，和后面的这个紫泥河，就把这个地方呢形成了一个岛状的地块。顺着这条水道一直往前呢，就到了番禺的四桥水道，它是连在一块的。我们现在呢走上去，到平台上去看一看。哦，这边还有好多小朋友啊，老人家带着小朋友在这边玩耍呢。看看这个开阔的河面啊，今天天高，还是有一些云层。但基本上是一个大晴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江岸啊。以前的一个老厂房。用一些爬藤的这些植物啊，装点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很环保的一个楼，而且应该从那个现代化的那些玻璃幕墙呢，感觉这个里边应该有了一些新的用途。这个顶楼的楼顶啊，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楼顶，不知道谁在这边还做了一些用钢筋做成的一个，算是一种艺术品。明显的，以前这边就是一个码头。生产的这些白糖啊，就可以通过这个水道，通过这些船运的，运到各个地方去。从1953年算起啊，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69个年头了。我们就在这个河边的码头走马观花，然后呢，我们再到里面再去看一看。其他的一些厂区，如今被改造成什么样子？正对着这个建筑啊，叫苏轼楼的这栋楼，还是非常有年代感。像这样的老的楼房啊，还能够有朝一日焕发它的青春。用作其他的用途啊，也很不容易。
骑行在以前的厂区的这个楼下啊，就好像穿梭在一个时空的隧道里面。如今呢，边上啊看的都是跟艺术相关的一些公司。更多的呢，还是一些没有得到改造的老的厂房。我们在里面呢，随意的骑行一圈吧。这样的一种创意呢，是相当不错的啊。但是，是否能够让这种创意啊变成一种挣钱的生意，吸引大家都到这边来消费啊，或者让这边的企业呢有产出，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呢？这个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起码呢，从交通上来讲啊，它还是处于一个相对远离市区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它唯有啊，基于这个城市的不断的发展，然后呢，产业的外溢啊，最后呢，才能够让它形成一个跟中心城区的这个需求对接，否则的话呢，它就很难通过它自己独立啊形成的这样的一种产业维持和发展。你看这些旧的这些厂房啊，虽然也做了一些努力啊，做了一些美化，里边呢也做了一些修缮，但是呢，距离啊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文创区呢，相信啊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骑行的爱好者啊，在这么一个幽静的地方，而且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历史沉淀的这么一个路上，一边呢就可以想象一下啊，因为我们也是差不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回味，同时呢又走在现实的这么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种幽静的道路上骑行啊，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种感觉。从这边呢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啊，这些厂房呢还是经过了一些装修，相信呢每一层都有各自的一些企业，这样的一些文创的小店入驻。从这些像门牌号码都是紫堂100多少号，135栋啊这样的一个数字来看呢，确确实实啊，这个里边的建筑呢，应该是还是相当多的啊。在陈旧当中呢，也透着一丝现代。看来这边有一个游泳馆，我也听到孩子的嬉闹声。这些高高的
这样的一些建筑物呢，应该就是运送这个糖从一个车间到一个车间的这样的一些老的建筑啊。我们继续向这个紫泥塘的深处啊，看来这边呢应该还是荒废的一个状态。刚才看见有告示牌是不建议进到里面，因为这些年久失修的建筑物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些就会崩塌，会造成一些危险。但是呢，我想我快快的在里面骑行一圈，应该也无妨，让时光呢有一个倒流。幸好呢，这些自然的植物，那些绿植还是有它的生机，甚至还有一些香蕉啊，在这边都已经成熟了，差不多啊。但这个呢，我看应该是围墙外面的啊，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这个糖厂啊，在一个郊区啊。它还是占有很大的一片地盘，貌似啊，这样的一个厂房，经过稍稍的修整啊，这个里边好像还发挥着某种功能，仓储的功能吧。这边的门开着。我再到里面去逛一逛。哦，看来呢，到了这边啊，是不是已经出了这个紫泥塘的园区了啊？这些呢，像是已经到了园区外的这个小路上了。我们姑且一直骑到尽头吧。显然这边有一个大门紧闭着，这边呢应该是出不去了啊。这边呢，还居然有一堵高墙啊！如果不是专门有意要到这里来，如果不是骑着一个自己的单车，相信是不会深入到这么里面来的。以前的厂区，现在大部分呢还都是成了一个荒地啊。这些旧式的建筑，拆也不是，新建呢又没人来接盘，所以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啊。相对偏远的地方的这种改建啊，它就需要一个整体的经济啊蓬勃的发展作为一个支撑。一旦中心区的经济出现了某种的停止和下滑，那么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一些偏远的地方。很多人在这边的投资呢，相信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们从这边看呢，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烟囱，
感觉这个厂区里面的很多的这些厂房啊，也被分割成了一些区块，可能呢有不同的一些开发利用啊这样的目的吧。但是我刚刚看到呢，好像有一片啊，这个承包或者是出租出去的一块地呢被收回了，估计呢就是投资的这些企业啊，它改变了主意，或者呢周转出现了问题，或者对前景呢看法有了改变啊，又被搁置，再一次的荒废。如果这样的例子多了呢，就无形当中会对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园区呢造成一种信心的崩塌。今天呢，虽然并非是一个周末，骑到现在应该也有10几分钟了。除了刚刚在那个仓库的楼顶啊，望江的地方看到一些老年人带着他们的儿孙，那我相信呢，可能就是以前这边的一些家属吧。至于类似观光客啊，或者到这边消费的人呢，我是一个都没见着。这个就是紫泥塘这个创意园区啊，我也不知道是时隔多久，距离上一次来呢，应该也是没有2年，也有接近2年的时间了吧。但是我记得当时来到这边的话呢，这个里面的停车场基本上还都是停满了车，各种各样的人呢到这边还是有一些文化方面的需要，艺术方面的一种，大家到这边来寻求一些啊他们的一些爱好，他们喜好的一些物件等等吧。但是呢，今天啊，除了现在我经过的，好像这个旧厂区里面的一个游泳池里头传来的一些孩子的嬉闹声之外呢，就没有看到有任何其他的那种做生意的场景啊。所以呢，我也就漫无目的的在这个创意园里面呢，随意的骑一骑。像刚刚这条小路啊，其实已经刚刚骑过一回了啊，无所谓，我们随意的再去骑一骑吧。可以看到啊，这就是一个停车场，而且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停车的区域。但是停的车呢，三三两两。我相信这些区呢，都是在这边开店的那些店员员工自己的车吧。你看整个的园区里面呢，其实什么都没有。这个边上呢，还有一个房车营地啊，或者说这里可能就是一个房车营地吧。但是呢，我没看到有任何的房车停在里面。看看有没有，基本上是没有的啊。这里停了几个像房车一样的这些啊，可能是供出租用的吧，并不是房车爱好者自己开来的房车，而且有一种啊被冷落的这种感觉啊。虽然说还是有一些类似房车一样的车厢，其实就是一些房车营地啊自己经营的一些像旅馆一样的这么一个，比帐篷稍微强一点啊，可能让大家到这边来体验一下
类似住在房车的车厢里面的这种感觉吧。所以它这个房车营地呢，不是说你自己开着房车到这边来啊，而是呢，他就做了一个，你可以到这边自己开车来，租一个他的所谓的不动的这种房车，然后呢，其实就是租一个旅馆，像一个民宿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连这边的小店啊都已经关着门的状态啊，相信这一个区域啊应该没有再继续经营了。那我估计呢，可能也是跟如今的这些疫情啊管控造成的人流啊大幅的下降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疫情它对很多事情的一些影响啊是非常深刻的。可能这种深刻的程度啊，超出我们常人的一般的想象。所以现在这些啊，当时花了不少钱来装修的这些所谓的艺术空间啊，我相信搞文艺的人呢，比较容易头脑发热啊。比较海阔天空，比较感性的东西多于理性。当时信心满满的投入进来，但是现在呢，成了一些积乐，弃之可惜。但是你要经营的话呢，实际上往里头继续在那里砸钱，这个坑呢很难，或者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填满。非常萧条啊，这个让我有些震惊。所以美好的很多愿望啊，在现实面前啊，什么都不是啊。我看见很多的这个牌子，某某某某的工作室，某某某某的艺术室啊。那想象这些人呢，都是一些有些艺术才能，或者也是非常希望有一片能够让他们自由创作的这样的一片天空啊。这样的一个场地，所以呢，他们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原本以为他们是可以在这边呢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不仅是谋生啊，还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但是很遗憾啊，这个现实啊，并非如此。所以在现实面前呢，我相信这些人也是不堪一击啊。我们找路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我们没有逛过的地方啊。这边呢应该是这个园区的中心区啊。不仅呢这些建筑物上面有很多的重新装修，而且呢边上还做了一个小公园。保留的以前的一些机器设备啊，应该说这片小公园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呀。这是另一片的屋檐下啊，就在这个小公园的边上。对对对。
哦，这里还有一个饺子店啊，这是我看到的，好像第一个正在开着的跟饮食有关的这么一个店铺。这边呢还有一个小水池，对面呢是一个艺术中心，舞蹈的一个培训。这边还是有一些有创意的人呢，把一些类似东南亚一样的这些雕塑啊搬到了这种地方。这条碎石铺成的小路啊，还有边上种植的这些树木，以及边上工人家可以在这边休息的凉亭啊，整个感觉还是不错。但是呢，没有达到一个整个园区啊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地方就会变得更好。现在呢，我就在这么一个凉亭啊。上面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小艺术品，这个有点像京剧的人物啊，挺有意思的啊。看见呢，三三两两也有几家类似的餐馆开在这边。刚才那个小的饺子店啊，这边呢应该也是一个餐馆。顺德料理，你有没有吃过绿舌头啊？这边也有一个火锅店啊。水煮牛肉店啊，这边可能餐馆多一些。那里有一个陶瓷美术馆。这边呢是北门啊，那边呢是东门，我不知道我是哪个门，但肯定不是这个门进来的。但是呢，我们出去转一转吧。这条道呢，以前开车应该经过啊。我相信这样的房子呢，以前可能就是糖厂啊，或者这个附近的其他的一些公家单位的宿舍，也就是政府分配的房子。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还保留着50、60、60、70年代的一些风貌，我们也到里面去转一转啊。那不管怎么说呢，当年的这些工人啊，也未必是每个工人，最起码这些企业里面的干部呢，都还是有国家分配的房子啊。那这些房子呢，现在肯定是他们私人的一些产权吧。以前这样的厂区啊，或者说这些企业的生活区呢，是非常的普遍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也曾经住过这样的房子啊，叫一个门洞一个门洞，
一梯呢有那么几户人家，大概就是这样吧。那如果这样的房子是在城区里面呢，肯定也有它的一个价值所在啊。但是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些郊外呢，相对就差了一些。像这个老黄楼啊，有类似于像连体的这种房子呢，相信是当年的领导住的啊，有级别这样的干部才可以住到这样的房子吧。这边呢就有个介绍，紫泥塘艺术小镇啊，刚刚我们大概也看过了。然后呢，出到这边呢，就感觉就是到了一个街上了啊。正好呢，我可以去买支水。好，不该。微信收款3元。看来呢，这边可能是他们这个广东紫泥糖厂的正门啊。因为这边呢有这么一个牌子，当然并排的也有紫泥塘艺术小镇这样的牌子。边上应该就是紫泥村了啊。一条很老百姓的街道。原来这个牌坊呢叫紫泥市场。居然这个地方叫西安路啊！在这条新冲路，刚才是西安路啊，现在已经连到了新冲路上，随意的骑一下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明显的可以看到呢，就是普通的乡村这样的一种风貌。我来看一下地图，今天的第二个目的地呢是哪里？今天我们在紫泥塘的骑行呢就告一段落了。虽然呢，等一会儿我们还要再回来拿车，先跟大家呢说一声拜拜。因为紫泥塘的这段骑行呢，我会把它单独做一个视频。我们接下去呢，准备去第二个目的地，就是去宝墨园附近呢转一转。